停下你手边正在输入的提示词。说真的，如果你每天都在使用 AI， 却还是觉得自己像个作业员一样，做着一堆复制、贴上、整理档案的苦差事，那代表你可能完全误解了现代 AI 的工作方式。欢迎来到这份解析，今天我们要彻底颠覆你对 Claude 的认知。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开始吧。大家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浏览器里打开 Claude， 然后小心翼翼地看着档案大小，生怕一不小心就超过限制？那个你再熟悉不过，每天都超级依赖的网页版聊天界面，其实正是造成你工作流程严重卡关的最大瓶颈。不夸张地说，你现在简直就是把一辆超级跑车当作高尔夫球车在开。第一部分，为什么网页版已经不够用了？好的，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你习惯的那个聊天机器人和真正的原生桌面应用程式，也就是 Claude Cowork 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绝对不只是界面长得不一样而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次元的生产力工具。当你在用网页版的 Claude Chat 时，你就像是被困在云端上传的牢笼里，每次对话最多只能传20个档案，每个档案还死死卡在30MB 的上限。但是如果你切换到 Cowork， 因为它可以直接读取你的本机档案，这些恼人的限制瞬间灰飞烟灭，你的 AI 终于可以直接走进你的硬碟，处理更大更多的档案，而且它拥有超级大的脉络视窗，你再也不用担心聊没几句 AI 就开始失忆了。更有趣的是，这点出了我们思维模式的根本转变。在网页版，你用的是任务导向语言，你得像带小孩一样，一步步下达精确指令，最后还要自己把结果复制下来排版。但在 Cowork 里，你用的是成果导向语言，你只要轻松地告诉他，这资料夹里有15张照片，帮我依主题分类，建好子资料夹，然后重新命名。你去泡杯咖啡，3分钟后 ，AI 已经直接在你的资料夹里把实体工作全做完了，完全不用再做任何手动搬运的苦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第二部分，关键设定与专属游乐场。听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犯嘀咕，让 AI 直接动我电脑里的档案，听起来有点危险吧？没错，你的直觉很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解决这个冲突，为你建立一个绝对安全的结构。简单来说，我们要让 AI 拥有超能力，同时帮它戴上安全帽。其实设定的秘诀就在于保持简单，只要专注于这3个步骤就好。第一，加入安全护栏指令，这就像是脚踏车的辅助轮，明确告诉 AI 在删除或复写任何档案之前，绝对必须先显示变更内容，并等待你的点头确认。第二，去设定里把持久记忆功能打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你的电脑文件区建立一个专属的 Cowork 游乐场资料夹。未来我们所有的操作都严格限制在这个资料夹内，这样一来，你的其他私人档案就能保持绝对安全，原封不动啦。第3部分，解锁本机档案与持久记忆。这部分完美地说明了，当我们解决了安全性的疑虑之后，就能释放出多么惊人的力量。一旦 AI 被允许在你的游乐场资料夹里自由活动，那些你以前觉得在网页版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全都变成了现实。我们来看3个超级极端的真实案例。第一，丢进100多张格式乱七八糟的收据图档 ，Cowork 能直接读取，并在资料夹里凭空生成一份算好总金额的 Excel 报表。有疑虑的地方还会贴心的帮你标记出来。第二，把一个高达400MB 的巨大 PDF 丢给它，它能自动判断章节，帮你拆翻成一个个独立的档案。第三，如果你拿到一堆纯图片的静态投影片 ，Cowork 甚至能读懂里面的内容，直接帮你在本机重建出一份含有真实文字方块、完全可编辑的 PowerPoint 的简报。在网页版想做这些，想都别想。接下来这个概念非常核心，大家仔细听好。到底什么是持久记忆？
网页版的记忆就像是在沙滩上写字，虽然你可以告诉 Cloudy， 嘿，每次对话都要叫我海森堡哦，但云端记忆有容量上限，海水一冲，时间久了，它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而 Cowork 的持久记忆是把这些偏好和脉络实实在在地写入到你电脑里真实存在的实体档案中，你可以随时考它。我们一起写过几期电子报了，它能立刻挑出资料，告诉你精确数字，因为它永远不会忘记。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延伸的。当你告诉 Cowork 去比较2份草稿，并记住你的写作偏好时，你猜怎么着？它其实是在游乐场的根目录里默默生成了 .md 格式的记忆档案。这些档案会随着你的每一次使用不断更新进化。据我们要如何深度破解并操控这些特定的记忆档案，这会是我们下一次进阶解析解握的核心主题，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敬请期待。第4部分，连接外部工具与技能。现在我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冲突，如果 AI 只能看懂这个资料夹里的档案，那它不就像是活在一座孤岛上吗？毕竟现代人的工作可是散落在各大云端服务里的。别担心，接下来我们又打破这座孤岛，进入深度整合的工作区生态系。透过连接器 Cowork 可以将触角伸向你常用的各大工具。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假设你是一个极度龟毛、要求超严格的主管，你可以让 Cowork 直接去读取 Google 云端硬碟里的会议主字稿，同时去比对 Notion 里的会议记录。AI 会自动交叉比对这2个不同平台的资料，然后精准地抓出，嘿，会议上明明答应了这几件事，但完全没有写进 Notion 记录里哦。没错，这就是跨平台生态系真正实时的威力。当你能横跨多个工具后，听我说，你就不该只当一个普通的聊天机器人使用者了，你应该要晋升为系统架构师，这就是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这里说的技能可不是简单的提示词，而是你亲手教导 AI 的一套可重复运行的强大引擎。想象一个自动化的3步走流程，假设你每周都要把3个不同团队格式千奇百怪的进度报告整合起来。你先让 Cowork 合并它们，接着要求它提炼出3大核心指标，最后排版并生成一份漂亮的 PDF 给高层。一旦完成这个动作，你可以直接对 Cowork 说，把刚刚这整个流程储存成一个技能。从此以后，这份每个礼拜都要折磨你一次的耗时苦工，就变成了一个专属于你的一键自动化资产。第5部分，致命弱点与进阶排程。到了这个阶段 ，Cowork 听起来是不是简直完美无瑕？很遗憾，我们必须在这里急转弯，揭露它的一个致命弱点。在我们展示最终的终极超能力之前，我们得先诚实面对它的缺陷。来源资料非常诚实地发出了一个警告，千万不要太依赖它的浏览器扩充功能。虽然理论上 Cowork 可以透过扩充功能去控制你的网页，但现实是这个过程极度缓慢，因为它必须不断截图回传。它非常不可靠，常常执行到一半就宕机给你看。更糟的是，它会大量燃烧你的 token 用量，所以尽量避免让它去爬梳随机的网页。记住，它的真正实力在于原生 API 连线和本机档案处理。所以最关键的一点来了，当我们避开了浏览器的弱点，把今天学到的所有能力完美结合在一起，就能创造出真正的魔法。这是一个进阶的排程任务。每天早上6点，当你还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时， Cowork 已经悄悄启动了。它先从本机的 Markdown 档案读取你设定的收件匣归零规则，接着透过 API 连接 Gmail 读取所有新信，最后依照你过去教过它的专属语气，为每一封信拟定出完美无瑕的草稿。就像画面上这句话所说的，这绝对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罐头回复系统。这代表了数周以来你给予的回馈累积的深厚脉络，它是 AI 真正学习你工作模式的结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火收汁的时刻，一个真正在本机运行，能随着时间不断进化的专属 AI 助理。你想想，这能为你省下多么惊人的时间。然而，这一切其实只是个开始。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本机 AI 已经能够在你熟睡时自动读取规则、清理收件匣，并拟好完美的信件，那么你硬碟里那成千上万的本地档案、企划书与庞大的数据库，到底还隐藏着多么惊人的自动化潜力等待你去发掘？这正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区学院系列解析中要带大家彻底探索的重点。典范转移已经发生，你准备好跟上了吗？这份解析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